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吴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云山，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明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时事评论黄一中老师，大家晚安。国人非常心痛，就是这次发生在花莲一个堰塞湖的一个你叫溢流吧，叫溃堤溢流。好，那大家讲这是一个溢流，不管溢怎么流，那个水量那远远超乎大家的想象。到目前为止夺手15个同胞的性命，当然还有一些失联，希望会有好消息会传出来。在所有的过程当中，现在你只要打开电视，你自己的手机里面，你看到所有的一些画面都是滚滚洪流一些的画面。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了，接下来郑志荣就开始说，那到底是谁的责任？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当时为什么该撤不撤？当时为什么监控没有告他？所有的人在讲这一段，但是在最黑暗的时候，你总是会看到一线的光明。在整个搜救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各地方，不管是从南到北，所有的搜救队全部都扑到了花莲去，能救一命是一命，时间能抢一分是一分。在过程当中，你也看到很多让你心痛的一些的事情，但是很多被救出来的生命，他告诉你，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还是有光明的存在。先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今天你一定在这最绝望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小一的获救。这个获救的过程，先让你看一下相关的画面。来，先一个，哎，好，你不要动，你不要动，别动哦。妹妹，一个人吗？要派一个人下去。还有没有其他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在被泥水掩埋的房屋内，传出小女孩阵阵的呼喊声。搜救人员赶紧搬来工具，将屋顶切开。受困将近2天的6岁女童小一，终于被找到了。我有看到手了，有在这里。妹妹加油，妹妹加油！这边，我按照翻译的脚步走。搜救人员将屋顶切开后，救出满身泥泞的小姨，第一时间抱着小姨去找妈妈，嘴里还不断地喊着“妹妹加油”。小姨的妈妈见到小姨时，心里满是担心和心疼，将小姨紧紧地抱在怀里。2天的等待与祈祷，母女2人最终也平安重逢。那一中，从事情一发生，你看到很多在网络上面，或是你看到电视上的画面，抱着柱子等救的，包括在屋顶上等救援的，所有这些的画面。你刚刚看到小英呢，我觉得不只是对所有的搜救队，对所有的国人来讲，打了一剂的强心针，因为现在还有些人失联，希望都有好消息传出来。尤其那屋顶切开那一刻，我相信对所有的搜救人员来讲的话，那个小姨回话的那个声音，无疑就是个天籁。哎，你今天叫我讲这一题，我就很难讲。你知道我自己是有小孩，我自己有女儿的人。然后我们今天我很有同事在讲说，他们都觉得很感动，觉得那个小姨有救出来。哦，因为我讲最后的是没啥来讲。那个小姨啊，而且她的状况是说，因为她礼拜2下午那个洪水冲下去的时候，她的干姑姑跟她的干姑丈2个人把她拖到最高。其实照理讲，如果没有拖到最高的话，其实小姨也会被冲走。所以她是把她拖到那个最高的地方上面。对，所以她是把她等于是把她吊在那边，然后所以小姨。这个是生命的奇迹，他竟然还可以因此而获救。他听到有人在重机具的时候，他就说我在这里，所以把他挖开。那就小姨，你看他刚刚听到的声音，第一时间他是说阿公跟阿婆呢，就是他的干姑姑跟干姑丈。这个小姨其实身世也很辛苦，他其实是家福的孩子，也就是说，这个他所谓的阿公跟阿婆跟他是完全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在这个人性最光辉的时候，他们这2队等于这一队等于牺牲掉他自己的生命，然后把这个孩子供起来。对，我这看这是因为我后来看新闻的一路发展，大家讲说，因为干姑姑跟干姑丈失联，那小姨救下来那刻，大家都只在想说，希望会有好消息。是，但很遗憾是后来传出来的是，先是干姑姑找到了，对，那很遗憾已经走了。接下来大家就说，那就看干姑丈。结果没有想到2个人，就是刚刚一中讲的，他们俩用他们生命在最后那一刻把小姨拖到上面一个横梁，小姨在上面，对，那个生命的奇迹就是她在上面等了，大概从当天的洪水下来，一直到今天那个屋顶挖开被救出来，大概也2天左右，她在那地方撑着。但遗憾的是，
干姑跟干姑丈没有办法再回来。后来证实他有挖到两具遗体。呀，这个重点你叫我讲，我真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也听到也是很心酸，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刘先生哈，他也是那个时候冲下来以后啊，一个妈妈背着细回妈妈，然后就2个人，然后儿子拉着妈妈要逃生，好，那但是因为那个水实在冲太急又太快，根本没办法，所以他说最后他妈妈竟然把他的手给他甩开。妈妈呢，也那 Q 把他甩掉呢，然后当然就妈妈就走了，然后他就是这件事情。然后这个刘先生呢，他昨天那个花莲县长徐正惠有去生命园区去吊唁啦。那刘先生就讲一件事，他就说他第一个他没收到通知，好，就是说他们没有收到那个讯息。但当然徐正惠说我们都有派人广播，村里长也有逐户通知，可是就刘先生来讲，他们住的那个佛祖街这一带呢，根本没人接获通知，然后邻居也是因为水冲下来了才仓皇逃生，然后刘先生更遗憾的就是说，他说他住在对面，因刀对面的阿季嘛失联了，就他姐姐目前人也失联，所以你看这种真的是很可怜。然后你知道我刚好今天有个同事，伊嘛是花莲人，我就随口问，我知道他住花莲市区，我说你们家还好吗？他说他们家还好，可是因结公。就真的住在光复乡他在光复乡的那个市区开一个电信行，因为这一次最惨的就是光复乡，因为它基本上都在市中心。市区，因这公交因节目的是在那边开一个电信行，然后他说他礼拜2晚上赶快打电话回去问因阿公，因阿公讲因就好好因这公交因节目爬到2楼，1楼的那个电信，等下因为它是家电行嘛，全部都淹掉了，然后他们是。赶快勉强爬到2楼，然后他跟我讲那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那个光复乡就那边呢，其实很多是。大部分是一楼的房子，那有些是2层楼，但是他说重点，即便是2层楼，他说因为他们那边的情况是说，2楼其实都是给那个外地的孩子住的，就说老人家基本上因为都在1楼，对他们自己他们的起居室跟他们的客厅基本上都在1楼，那2楼其实是给外地孩子如果有回来再住，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整个光复乡那边很多老人家，他们在大部分因为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住1楼，所以这一次最可怕的就是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的情况下，那个水这样冲下来已经基本上1层楼，所以老人家行动又慢，你根本的北户北起啊，还有我说我那个同事他说还有因这公交就大概60几岁，可能还爬得上去。可以看到这一次很多都是差不多70、80岁老人家，因为根本的北户北就是爬都爬不上去，然后就这样淹下去。所以我说这一次你说是天灾吗？天灾当然是其一，可是现在大家在究责的是说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那现在当然。大家公说公有理，说我们有发简讯啊，然后我们有什么广播啊，可是至少从这一位刘姓这个刘先生他说，我们真的没有收到。那没有收到的情况下，这些命就这样子往生了。我今天没有要批评什么谁跟谁怎么样，那到底这里的执行，现在大家甩锅嘛，地方说中央没有讲啊，中央说你地方没有执行，那我这个将来检调已经要去查了，我相信这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可是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没有得安那鬼气啊！就把老人家他们这一生在那边铿锵，他们也没得罪谁，可是就是因为你这政策上的这个没有强制的下达，或者说你没有到他们这边，然后这些老人家就这样往生，你叫这些家长或者叫我们这些台湾人怎么看得下去啊？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讲，桥断了可以再复原，财产丢了你还赚得回来，但人走了永远回不来。每一次大家在讲到的时候，有一个。以前说是个玩笑话，有一种饿叫妈妈说你饿或什么说的那些，全天下只有妈妈大概会知道，会觉得你长到再大，你都是她的小孩。刚才一中讲刘谦的那一段，你可以想象在最危机的时候，那个水为什么昨天在节目里面我要请教专家？那水，因为你光看那个速度，大家都知道水来的又凶又急。当你听到专家告诉你说，当滚滚洪流从上往下的时候，那是跟 F1 赛车一样的速度往下冲的时候，那个刘先生的形容是，当来的时候，他进到屋子里面，妈80几岁要去抢救妈妈的时候，水已经进屋的时候水在腰，抓到妈妈手的时候，水已经到鼻子了。他告诉妈妈说抓紧她的手，但是在最后那一刻，我想妈妈是觉得，如果要是2个人抓着的话，可能2个人都回不来。所以妈妈把她的手给推开，这就是妈妈。我觉得最难过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将心比心。今天如果我是那个妈妈，我也会把手放开。另外，今天如果我是那个就是小姨的那个姑姑或姑丈，
今天那是我的囡仔，我跟你100%讲，每一个家长都会做一样的事。我们宁可牺牲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保住孩子。所以这2天你在网络上看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人就是对所有的家人、亲人，对所有的人的那个爱。你在网络上看到太多这样一些的画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刚才我们镜头旁边跑有一个应该是孩子抱着他爸爸，他爸爸的腿可能是有一些状况，因为我看好像那个下半截的腿好像不太在，他抱着爸爸在屋顶上面走。那抱着爸爸去逃过那个洪灾的那个灾难的过程，就是抱着爸爸在屋顶上面走去逃这样的一个洪灾。你可以想象在那一刻，所有的人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家人，这时候所有的亲情的爱都在这里。听到有很多让你心碎的故事，是有一个幸存者，但是他讲说他的妈妈也是住1楼的老人家，但是走了。他唯一庆幸，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用庆幸2个字。他唯一庆幸的是妈妈的大体在，没有被冲走。是，那已经变成光复在那个地方的人一个最后的一个奢求。人就算发生了什么事，最起码他大体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当你看到所有的郑州人在讲这些的时候，你看到那些灾民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大家怎么去面对这些，接下来到底该怎么面对？有太多这样的一些的事情了，这是在最危难的时候发自最人性的一刻。好，接下来呢？接下来出现的就是不讲多，你看到了在昨天的时候，行政院长下去的时候，包括副院长总召跟行政院长2个人，应该是2次吧，在那个会议在那个前应变中心的时候吵的那次应该是第2次了。在现场的时候，桥旁边那就已经发生过了。好，那当然要究责，只是那个究责是现在吗？在现场的时候，桥旁边那就已经发生过了。好，那当然要究责，只是那个究责是现在吗？当行政院长昨天来讲说救灾为先，丢了一句话，然后就带着人走，因为现场再下去大概一定就是吵着一堆吧。如果再下去那样，但问题是好，我们把所有的事情现在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堰塞湖还有大概1000多万吨水在那个地方，那未来该怎么办？千万要谨记这次的教训，不能再发生。好，所以包括监测，包括撤离，那大家都来看。第2个，那这次的事情，因为好歹现在还在监测，没有下雨，老天爷帮忙，让大家能够救灾，希望所有失联的都有好消息。但一闪，现在大家就在看，现在连北检对不起，现在连花检都出来了，因为你们大家都在讲，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叫做公务员废弛职务酿灾罪，花检下来，好啊，既然你们这样讲，我来查给大家看，查给全国人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究责是花检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行政疏失也好，那不只是说有所谓的行政的责任、刑事的责任，它还有国赔的问题嘛。我就举也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花莲高雄市的小林村，高雄县以前叫高雄县的小林村，那灭村嘛，460人也是因为强制没有做好所谓的强制迁离的动作，所以当初国赔了3200万，当然人命更珍贵，但是这个厘清的过程，你要还给这些小林村的一个居民一个公道嘛。所以整个花检厘清有没有中间的过程，包含中央的警示、中央的这个通知，包含这个地方的迁离的动作有没有做彻底，都是牵涉到每一条人命嘛。这由花检来做负责。我也觉得不要去政治人物不要喷口水，我们花莲人面对洪水已经很惨了。不要再面对政治人物的口水，究责就让花检去处理，究责就让花检去做调查。但是政治人物现在检讨为什么迁离要做检讨？因为会面对下一次嘛。下一次我们可能这次是30个小时哦，因为议题你可以根据水的高度什么时候会溢出来，所以来做这个推算，叫做30个小时。我刚才碰到李鸿源那下一次呢？他说下一次没那么多时间了，因为下一次就不是议题。它可能叫做溃堤，那溃堤可能是从那个监测里面会知道说什么时候崩，不知道，你只会知道崩的那一瞬间。到市区，我可以推算那个时间给你，但是什么时候崩，
我没办法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崩，所以你的迁离的时间可能短到半个小时，可能就会到哦，可能1个小时就会到哦。那你要做好未来迁离的动作，要不要检讨这次给你30个小时，为什么没有去做好每一条人命的保护嘛？我当然知道现在会有人检讨说啊，搬到2楼是谁的责任，我也不要觉得是谁的责任。有些地方就有2楼可以逃，碰到水的时候当然跑到2楼最快啊。但是有些刚才看的小妹妹就没有2楼可以逃，所以她才把她塞到最顶端的地方，才从屋顶里面救出来嘛。那没有2楼可以逃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你要给他强制迁离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当然知道8000多人很困难，但是你在中间30个小时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求助中央？军队赶快派，把每一个人强制迁离走。那强制迁离难不难？当然很难，我也知道很难。小林村的事情就表示很难。现在高雄市有小林村的经验的时候，这一次的台风来啊，小林村不是小林村，就是高雄市的山区迁离了1000多人哎，为什么他们做得到？因为他们就用灾害防治法，你不走罚25万，你走不走？听到25万马上走了。就是因为强制迁离，那有一些躺在病床上的，很多可能老先生躺在病床上，你的医护消防系统就要进驻，把他们搬离嘛，离开迁至到安全的地方嘛，这些都是 SOP， 这些都是救灾的 SOP。我觉得啦，李鸿源讲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都不要体谅第一线，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一次的这个灾洪水会这么严重，因为第一次光复村光复乡他们遇到，所以可能第一次大家不重视。但是下一次我们就不能这样子啊！下一次你就要开始检讨你的户口掌握到底有没有掌握的确实嘛？包含昨天呢，17个人死亡，现在下修成14个人，为什么？然后门牌号码就是错误。那你为什么连门牌号码都错误？我不是怪大家，而是你现在开始要去做纠正的动作嘛？你做纠正的动作，未来你对于这些所谓的要迁离的人口，你才可以做确实的掌握嘛？那这30个小时，县府里面到底做了哪些措施？这些措施证明就是不足够嘛，就导致15个人罹难。那这15个人罹难，你县政府这30个小时不够的，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问题？不是究责，而是修正错误。因为下一次就没有30个小时了，下一次叫1个小时。那你们纠正错误完之后，修正完之后，你们要继续做演练。演练未来当然现在在救灾啦，现在在清除整个市区。那未来他们还是要回到家里啊。那如果有下一次的灾情，我通知到你们离开的时候，我可能演练成我1个小时就完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一次有15个人不幸罹难，我们不希望下一次李鸿源警告的，他有可能只有1个小时的离开的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有人罹难嘛。所以检讨这些错误不是究责，究责是花钱的事情，究责是未来国赔必须要有证据的事情。我们谈的是整个包含中央地方如何去检讨这一次的迁离的动作，因为已经没办法说用爆破的方式去解决堰塞湖的问题嘛，它总有一天就会崩。那这一天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就要做好所有防灾的准备嘛。所以包含灾民都在想啊，县长说村长有撤离广播啊，那明显的知道撤离广播就无效嘛，简讯也无效嘛。那你不是说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你有做这些事情就是不足够，简讯只能通知到有用手机的人，没有用手机的人就是通知不到，老人家都不会用手机的啦，所以广播也有可能坏掉。这次他们说了，就是广播坏掉了。那广播坏掉的时候，你要不要李林系统去家户拜访，拜托他们一定要迁离，这变成是一定要做的事情嘛？看，显然这次没有完整的做到，叫李林长去通知每一个家户去做强制迁离的动作嘛，所以居民才说他们没有听到迁离的任何的动作。所以徐正惠，我觉得是这样的，傅昆萁、徐正惠，你们现在面对这些灾情，中央有没有责任？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没责任，但是现在去究责都不是重要的，而是改进说你地方这些通知的系统出了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的量能不足，花莲县政府当然比不上高雄市政府，我也知道，如果花莲县政府的量能不足，你应该求助中央啊，国军要派，如果发生事情的时候，国军的哪一些旅连的部队要进驻到我们这个光复乡，协助相关的迁离动作嘛，包含物资的准备，很多的灾民
到现在为止都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吃东西，现在当然物资都进去了，但是为什么你们这个所谓的千里所的准备那么不足？因为那个都要1个月前就准备相当足够的物资去协助灾民去迁离安置之后，他有充足的一个准备嘛？看起来这次花莲县政府这个部分都准备不足，那我们不希望有下一次，希望未来在光复乡他这么整个整理完回到住所之后，未来如果发生灾难的时候，他们的迁离都是准备好的。因为现场包括明贤也是媒体人出身，现在是当员，姚明当然是媒体人。姚明媒体人最难一点就是看到这些事的时候，在报道所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能把所有的感情全部都摆在那个里头，要不然我跟你讲，那真的报不下去。每一次看到所有这些，其实包括这次让人感动的是，从南到北所有的救难队有一个画面，我相信大家看了也很感动。那个水还在淹，滚滚洪流还在扫，然后为了让所有的灾民能够安全撤离，那救灾队是一个牵着一个挡成一道墙。等于是用人去挡水，然后扶着所有的灾民能够这样过，每一个画面都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好，那个堰塞湖还在啊，那他还是要就要133刚刚讲是专家还告诉你他还是在，那你还是要想办法，他还是有上千万吨以上的水还是在那个地方，未来的时间也许会说得更短。那这些到底该怎么办？好，另外一个讲白一点。大家都看到，大家都说现在这个时间点不该救者，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政治人物就是会出现一些，好，你讲争执也好或各方面，为什么？你没有想到会有10几条人命在这一次，然后就这样流失掉啊，这事情严重啊，所以每个人大概都要把这件事情来讲清楚，到底会这样吗？我先分享一个88风灾的时候我去采访的一个经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纳马夏乡，对，那时候他这个包括小林村啊，包括纳马夏，他们是有那个整个村子被土石流淹没的，那时候我在那个后来灾民的收容中心遇到一群小朋友，也不叫小朋友，是大学生 ，OK， 高中生、大学生，他们灾后就是能够等于说脱困，可是呢，有一个他就跟我讲说，他是被土石流从他在家里外面土石流冲进来。他运气好，被冲到了柜子上面，他就紧紧抓着那个柜子，所以呢，那个土石流过了之后，他没有被冲出去，他就还在家里面。可是呢，他动弹不得，因为那这种土石流你以为是水，没有，都是泥巴，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挣脱。然后他说他整个人埋在土石里面，然后很努力的想要这个挖什么，后来是被人家救出来。好，那我听完他讲的这个是，他还笑着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天哪，他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他说他到时候醒来的时候，只有一种感觉，就是所有他有感觉的地方都是沙子，嘴巴里面、眼睛、鼻孔全部都是沙子，那种，我觉得你如果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想象大自然的那种威力是有多么的惊人。所以像这一次，其实像刚刚一中分享，包括那个小朋友。其实就是经历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有很多同业雨鞋直接插在现场，无法移动，拉不出来，所以最后只能弃鞋离开，就是你很难想象，在那个地方，即便是你要去救援，你要去清理，都很困难。那现在有大量的，包括比如说我们有慈济的朋友，有很多的志工现在自愿的往这个地方去清理协助。我今天看到一个短影片有拍了一支小影片，他说他们10几个人清一间民宅，清了1个上午还没清完。他们10几个人清一间民宅，清了1个上午还没清完。一间，那有多少间？对，所以他说有这边至少啦5、6千间跑不掉，5、6千户嘛。那怎么办？他说，所以他就是呼吁大家，最近如果有空的人，有办法能够有一个时间能够去帮忙做志工，尽量。可是这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堰塞湖还在。对，堰塞湖还在。那这个刚刚都提到了，我觉得我们把它讲公允一点，就是说，比如说8月12号，花莲、光复这几个乡镇曾经撤离600人。注意为什么那时候600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9月20号的时候。第一次就是林保署去通报的这个所谓的紧急通报了这是9月20号，这是等于说他讲9次，这个叫第一次。
好，那这第一次呢，他当时还是预估是10月下旬才会这个崩塌，因为那时候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所以那个时候的撤离范围是凤林、万隆、光复、三乡这5村里，那时候只有5个村里，3个乡镇只有5村，也就是那个600户，在9月20号撤离范围都只有600户，那到了9月22号早上7点的那一次，模拟的范围扩大了，关键就是李鸿源部长他们的团队做了一个全新的模拟结果，发现那个浅市的那个水冲下去的范围会扩大，所以从9月22号上午7点的那一次通报，就变成是1800户，大概8000人左右的这个撤离的的目标。问题来了，从9月20号这个通报开始，到9月23号真正溃堤30个小时，没有演练，那600户是8月份曾经他们被撤离过的，所以他们有经验，他们知道说，哦，这个县府会来跟我们讲，剩下这8000户的里面可能扣掉600人，8000人里面有7000多人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堰塞湖撤离的，所以我说我们不要去究责，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接下来这一次得到的宝贵经验，因为堰塞湖还在，对，下一次大家撤离，我们有没有办法学得做得更好、更快？比如说，如果今天有公务员，比如说废弛职务或怎么样，那当然让检调去查。可是这个危机还没有解除，即便他们现在说水位降到相对来讲，可能目前短期不会致灾，可是谁知道会不会过2天山区又大雨？然后呢，这个水又高起来，而且你要知道，原本说可以存9100万吨的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坝体已经流失一部分了，对，它有一个破口，所以呢，它满水位可能是3000万吨，可能是4000万吨，到那个地方就会往下流了。所以当然它相对来讲流出来不会像9月23号那一天那么大量，可是它会变成一个不定时的炸弹。那这一块，我们现在包括很多的志工，包括居民，这个都要随时注意啊。那个这种大自然它不会跟你上下班时间才会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当然监测的部分还是要长期做。那我们把这一次，我觉得中央地方都有责任啦。这个不要去推责任，把这次没有做好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整的部分，这次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做？我相信啦，其实现在居民经过这一次都怕了啦。对，我现在所有现在台湾人，如果你听到你家上游有一个堰塞湖，我跟你讲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崩？每天会打电话去问。我现在北部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说，花莲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是9月23号当天崩了你才知道。可是花莲当地的朋友应该，我比如说应该多数其实是有知道这样的事情的。可是原本没有在撤离范围的，突然在1天之内要你撤离，这个是难度。第二个，垂直撤离会有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那天有一家连锁超商他说他们下午3点那个铁卷门来不及放下，那个水就进来了。很强啊。他没有关门呢。我压抑的是这一点呢。那他在撤离范围耶。超商没有关门，店员还在1楼。那理论上垂直撤离，他应该要到2楼待命。所以我说这个就是我们有如何把垂直撤离的落实，因为它叫原地避难。原地避难，你总不可能每一户派1个人盯着你，你要待在2楼，不可能嘛。所以很多民众就想说，现在没事啊，你跟我说要撤，可是现在没事啊，看起来风平浪静，结果没想到30分钟后来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一次学到这个教训，大家不要推责任。昨天那个画面我看了难看死了。傅昆萁总召，我觉得不管卓荣泰院长，我觉得所有的灾民真的不希望看到这种画面。我觉得大家共同解决问题，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我还是要强调，我们把学到的教训拿来让下一次未来的灾难的处理更好，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让现场来宾表达完以后，待会儿廷慧委员跟民贤2位，因为2位代表各自政党嘛。这一次的因为大家眼下确实也看到了，从在昨天那一刻，行政院长、卓院长下去跟副总召之间，在包括会议室，包括在桥边发生这样一些状况。那未来你这2天你也看到媒体上面各自阵营里面大家都有提出一些相关的看法。来，伟航，我们先来看人数，这个人数的掌握也重要嘛。你包括到底失联多少？因为这2天的人数是上上下下。对，当然我们都希望那个就是往生的那个人数能够降得越低越好。对。可是精准还是重要。对，尤其失联人，因为你要尽全力去搜救嘛。那除了这个以外，刚讲到包括有没有撤离的，包括广播系统，因为
像譬如花莲很多的地方是需要靠这样的广播系统，不管你是村里广播，不管是你用车子的这种机动广播，我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总是要想办法。而这些在这一次，你看到了些什么？好的，这个慢慢的大家开始去找到一些之前可能被淹没掉的这些资讯，现在陆陆续续拉出来。这9月22号灾变发生前一天，花莲所发出来的讯息，我们就看光复乡啊，主要受灾区域他有特别提到了10居6772人，收容安置只有120，当时还没有大撤9月23才是大量的开始撤出。好，有些人直接就移清，大概1000多人。那垂直避难的5345，那现在垂直避难也成为争点之一，就是这个垂直避难到底明不明智？但我要强调目前身亡的14人，绝大多数都是在1楼的。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进行垂直避难。垂直避难就是你要往上，楼上就是往楼上。所以重点并不是垂直避难本身垂直避难你要说垂直避难它可能会有之后他1楼吃的东西都在1楼什么呢？他还是没得吃。垂直避难是不是可长可久之计？这可以后续讨论。但现在身亡的人显然不是垂直避难本身的问题，是根本就没有避难。那我们也看到非常多，其实就是长者卧床的，不然就是这一次我们有看到很多讯息都是说根本就没有通知。我们包括到了包括徐县长去到殡仪馆的时候他那个受害者家属也说根本就没有通知啊。来，伟航刚讲这一段，让观众朋友就直接先看一下这一段是徐院长去调研一些家属啦，说的这些，然后在现场发生的一些画面，让你们看一下来。我们公平啊，我们在这个都是公平老人家比较多，无论所以让广播小声说讲什么不知道了，没有，都没有，所有讲话我们是多次了，都没有啊。戴伟航，这是直接对话。对，这是直接对话，而且他包括很多的街坊像他们讲那个福祉街那个很多的街坊，他们也都讲了根本就没有收到。所以显然有些区域第一他没有听到村长广播因为他们是村为主嘛村长广播没有。那实际上我想大家即便在台北里长广播，你自己也经常他到底在讲什么，你自己都听不到，因为现在那房子的阻隔本来隔音效果都比较好。第二就是强调有发细胞简讯，可是你可以看到卧床长者都气切了，你发细胞简讯给他干嘛呢？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可以从一件事情去逆推出来，就是地方上真的没有收到，就是青壮人力都离开了。如果真的有反复告知，比如村长告诉说可能快要撤离了，青壮会这么放心的去上班吗？理论上是不会的，但是显然就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危险。那后来呢？根据甚至是光复市区的我的一些可能是我的社团的这舍友，他们表示，他们的亲人就是在大街上的，一样也都是等到水来了才赫然发现说我们是要撤的，已经来不及，就只好铁门一拉，赶快往楼上跑。好，所以显然当花莲县府认为说我已经通知村里长去做这个紧急撤离，而且是必须的强制的撤离，然而即便是强制，仍然有人躺在床上，这个就是有待检讨的东西。而且他也不是说怎么究责，我们刚刚也提到，夜色湖还有水，随时可能下来，紧急撤离随时可能再发生。然而昨天中午的那一波紧急撤离，你可以看到，实际上那些系统因为停电的关系，绝大多数都不能用，是警消在街上用警车去广播，一样也是效果好坏的问题啊。很多人还是可能会收不到。在一个已经陷入瘫痪的状况下，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说，到底怎么样尽快的让它恢复机制？因为其实这个灾难并没有解除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是经过这一波之后，它那个西床已经被垫得非常的高，不只是光复本身，整个花莲溪马太安那一下去的无数个部落其实他们都有意识到，就是说现在那河床看起来很高。一个降雨下来，可能就会溢出来了。所以它这个范围不单纯是只有光复其他的地区也开始在抱怨说，好像村长、里长也都没有来通知。如果我们其他的部落要跑的话，我们要怎么办？还是请我们的那个长老去协调看看。也就是说，当地方这一次真的产生了危机意识的时候，显然呢，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要强调，这绝对不是究责。
这一次真的产生了危机意识的时候，显然呢，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机制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我要强调，这绝对不是救者，灾难还没有结束，不管它剩25%还是剩13%，它还是有水在那边，随时可能灌进来。好，所以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前期指挥所是不是能够重新去重整啊？包括县府什么的哈，你们要去炒什么补助什么，那个都先往后丢。怎么让现在在这边人可以取得充足的饮水物资等等的医疗相关的这个后勤的资源要有？再来就是能不能赶快尽速恢复紧急应变的机制，特别是如果又需要紧急撤离。消息怎么精准的送出去，然后人怎么能够精准的找到一个地方去安置？要注意哦，到现在为止还是只有垂直撤离，他们还是没有建立其他的大型的这种撤离站。那为什么会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甚至还要沈伯洋去洗澡，他们才协调才会有那个国军的那种洗澡的、煮饭的这些配备。为什么到现在还是这么混乱？我觉得这是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OK， 好，来，接下来就是深水区两位。就直接来看一下，因为现在看起来他不是救者，而是这一次确实在过程当中，那怎么样能够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一个悲剧？我大概整理一下吧。田飞委员，请问一下，你听到了，包括在地方长讲说，你一天叫我撤8000个，怎么可能？你前面也没有演练到，告诉我要撤8000个，然后他跟我讲，然后讲说你们监控到这样，傅昆萁总召讲的是最精准的是说，这所有的烟色湖怎么可能会是地方？哪一个烟色湖不应该都是中央要监控的吗？要通知吗？他第一天开始讲的就是这一段。那到了过程当中，包括后来讲那600亿，所有这些，所以才会跟卓院长两个人在政见等于是直接冲突的那一块。所以大概讲的是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在那过程当中，包括地方上，那包括在协调上面，他们的意思讲说，你看这2天连那个几次通知。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这边讲，花莲县政府跟中央林保署所公布出来讲的同样东西出来的解读也都不一样啊。我觉得哈，现阶段还是要强调救灾第一。那今天大家的画面都在这个傅昆萁总召跟院长在那一幕的争执哈。其实这一幕对于灾民来讲，我想。他内心是很不舒服，而且很难过的。我也觉得说，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行政院就是做事，不要再讲话了。后面我们再来了解，到底谁要去救责。因为这个跑不掉的。好，谁都跑不掉，因为资料都在那嘛。对，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在那个时候中了傅昆萁总召的计，我觉得，因为他就是要转移焦点嘛。你觉得他那天这样是要转移焦点？就是转移焦点。如果一个立委，你在地的立委，像我也刚从丹纳斯，我们台南整个风灾，屋顶掀了2-3万间。我告诉你，我们当时第一时间，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究任何的责任，就是赶快去陪着里长，赶快去协助灾民。去做怎样的一个救援，要物资给物资，要什么样的一个他们的协助，我们就给什么协助，就是这个样子。立委在那个时候说那些话，其实非常不得已。我必须这么说了哈，因为同样都是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风灾，那他们是因为堰塞湖。那我必须说的，院长如果沉不住气，就会像那个画面，就被现在大家在讲说啊谁对谁错，然后现在花钱要进去调查。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你就可以，院长就可以直接跟副总召说没有关系，所有要救者都跑不掉，就交给花钱去处理，我们赶快。要什么样的物资，要什么样的人力，我们赶快来调派。所以你说的部分都不是现在的重点。如果要600亿，钱都在那边，要怎么处理都可以。我相信连李鸿源都说爆破绝对不行。你还一直在讲爆破，这就是问题所在嘛。你一直认为你讲的是对，可是那么多的专家跟你讲，不可能爆破。我在9月20号7点，
我的通报范围就已经在扩大到光复乡的大平村、大全村、大同村、大安村、大马村、大华村、大进村，还有北富村、西富村、东富村了。这个已经在9月22号早上7点，然后灾坡，这个才是重要的哦，已经请你要赶快做撤离了，而且要赶快执行强制性撤离。在9月22号早上7点。那请问离9月23号还有多久的时间？这次洪流是在9月23号下午大概3点多开始。哦 ，OK。真正冲破桥的是在2点50。2点多，但是我要讲的是，在当下就已经跟你说，而且谁有接到，这后面都有资料。这些每一个单位，这些单位的人，上至县市政府的灾害应变中心，到村里长。这个其实都有告知说已经要强制撤离了。到了9月23号9点，23号9点就那一天发生整个状况的早上，9点里面也是跟你说，就是这些要赶快撤离，而且可能于我要讲的是这句话，早上9点就已经跟你讲哦，当时候。可能于本日中午11时前议题，溢流。你说它准不准？你不能说它不准。他已经跟你讲11点就会溢流了。OK。那你请问，你县政府要不要把你什么时候开始做撤离？而且你撤离的范围有多大？拿出来，来，廷飞，我们先到这，让明贤先回应这一部分这些。来，明贤，中间过程几个，第一个包括徐正惠县长回国的时间，你有看到，也有被大家拿出来讨论。虽然他有讲说，那他当天是在22号晚上他就回来，然后包括是不是部长打电话，不管，反正他回来了嘛。但这个也被拿出来讨论。然后接下来刚才讲到说那个撤离的时间，廷飞委员刚拿出来的那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引起大家讨论一块。刚才廷飞委员直接讲了一句话，他觉得副总召跟院长之间那个，您觉得他是在转移焦点？您刚刚用的字眼是这样，来，第一时间难免有情绪了，我也不认为转移焦点啊。你不论是说左奎第一时间下去看，包括傅昆萁也是地方民意代表，你说他转移焦点，转移什么焦点？刚刚廷飞委员我还想称赞他是中道理性的委员而已，因为他讲了一句，现在救灾最重要。我今天接了多少电话，你知道吗？连我的里民打给我，当然对这个管道关了，可以帮忙，包括我的福伦社狮子会通通要捐哦。我说是我当然有些人认为说他想直接捐，不想通过县政府的，我都叫我助理把所有的捐的平台给他们，都带动。台湾真的同岛一命，只要不要来上这轮节目，都觉得哇，这社会很美好。来上节目就负能量就很高，不，这不是专门指责。对，没关系。就说。你看嘛，你第一时间大家要说救灾，结果同意上，包括廷飞委员难得很中性一下，结果说政治责任司法调查，花检在查嘛，这拢招不起嘛，结果两个人把所有责任都实质都指向花莲县政府，傅昆萁你有责任，你敢好不好嘛？所以我先讲啦，就说廷飞委员也算是中性啦，你第一时间你看在就责的时候，昨天立法院党团传出来的什么？民党立院党团呢？他群组呢？包括那个你们的委员王地宇委员就在修理啦，要第三方要行政院释出澄清且具有杀伤力的消息，以利友军。本党委员跟政务人员接着反击，委员没有在里面嘛？你没有发言啦，我认为你是中性的啦。像这种，真的是同岛一命，现在是要救灾优先的，怎么就在做侧翼，叫行政院做侧翼去修理在野党，不好嘛？你说政治责任好1块。好，司法责任花检去检查，公文都有。你说9次的协调，你都要我哪看过啊啦？第一个好，堰塞湖是不是第一次？不是第一次很久以前台湾发生过很多次。2008都博基咧讲88风灾有没有堰塞湖？有啊，旗山也有啊，堰塞湖啊，按照处理88风灾形成堰塞湖之后，好，19天之后。先把它导流嘛，把水位降到80公分。第二阶段，后来90天之后挖掉就没了嘛。
那这次的水量原先9100万公吨，然后那是之前哦，结果你那个因为好了，不要讲溃堤或溢流嘛，到今天只剩那个1300万，流了80%出去所以这是溢流还是溃堤？好，不要去就职于文字啦，我中文能力也不是很好啦。第一个，这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责任在哪里？你少讲一个啦。9月21号下午的时候，内政部长刘世邦举行那个防灾小组的时候，内政部长刘世邦当过高雄市的副市长嘛，未来庭委员有可能当市长的话，你就知道撤离有多难。他讲说最好是进攻啦，通通撤离是一个方式他也知道如果撤离到其他地方的话很困难。你就知道撤离有多难。他讲说最好是进攻啦，通通撤离是一个方式他也知道如果撤离到其他地方的话很困难。他如果很困难的话，那就原地撤离嘛。但最因果而息，再从楼上2楼、3楼叫原地撤离，再回来再来复救嘛。所以老讲刘世邦都这样讲了，然后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怪罪到花莲县政府，我觉得发生这种天灾，真的天灾无情。那现在全力在救灾，很多民间很多，包括慈济，我认为现在全部都动起来了结果现在所有执政党好像要做侧翼修理在野党，好像把傅崐萁拉起来编。好，傅崐萁假设有司法责任的话，你跟你讲嘛，招不起嘛，地方政府跑不去，也不用等到说现在喷口水。那至于说有政治责任的话，现在是血馒头的时刻吗？血馒头丢过来丢过去，人家不会心寒吗？所以把原因查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是监控哪一个出了问题？那至于说你说依亲啦，或安置啦，或垂直撤离啦，大规模垂直撤离，在复兴乡，连那个刘世邦都讲说，那是在光复乡的那个最繁荣的地方呢，撤离有它的难度呢。国军其实也有待命 standby 要协助，那么短的时间要撤离那么多人，所有责任都地方的呢，所以。我同意庭委委员讲的啦，你现在讲好听的讲说中央跟地方不要互推皮球，不要推责任，可是也不要讲说表面讲说不要推责任，10个手指头都抵的花莲县政府你们有疏失有责任这样说一套做一套不好。我觉得可能明显误会我的意思啦。我想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现阶段这些资料都不会跑掉。而且为什么会讲这些？是第一时间。是花莲县政府一直强调没有啊，你没有叫我撤离很大你只有那个小范围这些发生问题都不是我只是要反驳这个部分。我觉得现在去计较说到底撤离的范围多大多小，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曾经在通报资料有的，你到底花莲县政府有没有拿到这些资料？还是？有这些资料没有到你的手上，我要强调是这一点。花检现在介入了，这些资料都跑不掉。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今天不论我们对于这验色，因为这验色署是7月26号才形成的，它不是一直都存在，是7月26号形成。所以当时候在讨论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特别条例的部分，先也有把这个作为附带条件。所以大家都没有争议啦。我觉得我要讲的是，副总召一直在强调这一笔钱，现在不是这笔钱的问题。不是这笔钱的问题，是这笔钱要怎么用来把这个堰塞湖把它处理好。我们强调是这个，可是现在是救灾为重然后怎么防治防堵？就是说，现在我有问这个林保署说，目前呢，他们现在就是在。稍微也都一直在监控，用无人机在做监控，然后会有稍微这样子慢慢的溢流没有，慢慢的溢流，可是它慢慢溢流，不像说，就像我们地震一样，把那个压力慢慢消，释放一下，释放，对，所以他们现在就监控中，我们也一直要求说，行政院现在的重点是，你要怎么把这个部分，把它。安置好，就是第一点，灾民要先处理好，然后再怎么再处理这些抢救，然后这些失联的，然后死亡的，不幸这个丧失生命的，
我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块弄好，但是目前还有存在这些隐在的危险的部分，我们要怎么办？好，今天我们就跟他讲说，所以我一直讲，当我们到第一线，一定会有情绪，我们就用好，没关系，你这些就怎么做，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要做的。这是我们的重点。我觉得廷飞拿出这个东西不叫做卸责，他只是说中央做了这些事情，地方有没有觉得中央这样的通知不够？那我下一次我说下一次不是30个小时哦，如果你觉得这样子通知叫做1次啊，不是叫9次，好，那这1次不够，那要怎样改进他们的通知系统？第二个，我还是回到真正的迁离的主体，一定是民政系统，一定是地方的民政系统。我不是怪徐正伟你有没有回国的问题啊？当然了，你不回国，不在国内，李林长一定会觉得心就会比较松嘛啊，管定有点够啊，一定没什么严重。好，那这次知道严重了，你的李林长系统到底30个小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被改进的？你要拿出来啊，向中央拿出来给大家看，哪些东西要被改进嘛？一样啊。现在那30个小时，花莲县政府做了什么事情？各位观众，我们看到资料了没有？我不是要究责哦，而是说这个过程里面有些没做的，我们怎么样去强化去做嘛？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花莲县政府拿出这30个小时，他们的户政系统、他们的民政系统、他们的县府到底做了哪些事？然后那个武哥，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他在23号9点，这个是我想告诉花莲县政府的是说，如果你这次没做好，你要赶快补足这一块。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如果这个9点你前面都没做没有关系，可是，在23号早上9点就跟你说11点会溢流，那你要怎么把这个所谓的强制驱离的这个动作怎么逼？然后你的强制这个安置的地点要在哪里？你现在是不是弄好了？我要讲是这个，其实说真的我们这种从灾区出来的我不会去怪罪谁啊，大家都不想发生啊，当然，好，尤其我们看到第一线他们的苦，都不是我们现在在口水就可以帮助他们。不，杨明，好，你刚刚有讲到说这么大的范围，包括前面有演练过大概600个，可是现在面临到那廷飞委员有讲说，那就告诉你强制撤离的这些。那除了这个以外，这2天当然了，你说在所有的灾情，大家还在抢救，在所有的过程。光出现这个一个内部的像这样一些，当然对大家会来讲说，怎么会有人要在这一部分讨论这一块呢？我先补充一个状况，就是说像过去有像后丰大桥断桥，对，它就是断了，结果呢没有及时封桥，有人因此罹难。好，双园大桥当时现在的那个屏东县长周春雨还是那个义务律师，他是打赢这个国赔案，也是一样，就是你造成断桥，你没有及时封桥，甚至监测的系统故障，好。这一次的撤离里面呢，如果因为现在听说家属那个佛祖界的家属要组自救会，对，如果到时候有所谓的就是公务员确实没有及时通知，或者比如说你广播系统故障，很抱歉，这不能归咎于受害者，当然，这就是你明知灾害会发生，你没有尽到政府该做的责任，国赔是会成立的哦。所以我说这一块我们支持这个罹难者家属能够尽量去争取。我跟大家讲，因为所有的国赔，大家的条文就是这样。公务员不管是中央地方，公务人员如果有故意或过失，或是公有公共设施所造成像这样一些灾害，都是国赔的范围。没错，那你就去大概评估一下。来，所以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像广播系统，正因为比如说你原本没有在撤离范围，你其他社会你没有时间去做那个设施的准备，结果呢导致他在广播它效果不好或怎么样的时候，导致这个问题，那是你县政府的责任，这好责无旁贷。那现在有没有赶快去改善或怎么样的，赶快去处理的那至于民进党团当然这个刚刚阿黑嘛讲就说这个截图的流出，我们先不管是哪一个立委，他在里面讲说要怎么样什么谁谁谁呼叫张敦涵，呼叫阮昭雄，呼叫徐国勇透过媒体第三方释出澄清且具杀伤力消息，以利友军本党委员和政务委员接着反击。老实说，我觉得这个文字，如果今天我们讲比如说。这目前地方有很多谣言，希望我们的行政部门能够加以澄清说明。那个就不一样了。当然。可是他现在感觉好像在打仗，好像在打一场选战。我们要把责任归属甚至后面
后面讨论到说14个，因为今天很多媒体的标题都是14位罹难者都在同一个村，都是应撤离未撤离，然后呢说他们还要把这个什么区块时间序列弄出来，说就是地方撤离不利。昨天那个时间点就已经在讨论所谓的，我觉得在推那个有点让你觉得在卸责，或者说在做政治斗争，民众观感不会好啦。所以你看，比如说像今天他们党团的干事长钟嘉宾委员接受媒体访问也说了，他就说这个有时候内部的群组有些讲的话可能不是那么精细，但是这样的内容流出去就是要承担啦。他也没有说，他说也不要去找什么战犯，不要去抓什么内鬼，他说我们现在该做就是救灾。我觉得这个态度要肯定啦。就是说，当然我相信现在这个群组里面现在没有人敢发言但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之前同样的王定宇委员那时候要那个团购什么军外套，然后后来弄一弄还变成是他跟柯总召两个就吵起来。所以昨天网络上有一堆说是不是柯总？哎呦，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莫名其妙一堆阴谋论。但是你要知道，来我们看这边51个民进党立委，这个群组有81人，对，你要怎么去查？你要怎么去查？我讲真的，这个要查也很难查啦。所以今天我觉得关键不是截图，关键是态度。这样的一个我说处理灾后的责任的态度，如果今天是用政治攻防的角度的话，只要曝光，当然。我相信我跟你讲，蓝军搞不好也有群组在这样讨论，可是没有流出来嘛。我说，当今天这个流出来就是难看。那难看的话，很抱歉，请执政的团队加倍努力，不要再让下一个灾难发生。一中说实话，在这同岛一面的时候，任谁写出像这样的东西，对，都不会有人乐见到看到是这样，因为大家在抢着就在抢着说的这些。所以刚刚讲好这个。对于责任团队来讲的话，一定势必要告诉大家讲说，就算你说有没有人这样，个别的一些什么，包括民进党团出来说被扭曲原意，但都不管，重点是要拿出救灾的实际成果给大家看。那另外对，像徐县长就是好，刚讲回国的时间，对，他连开一个要募款，也被大家在讨论成这样。然后你刚刚讲到，其实因为有很多像佛祖界的灾民，他们要组自救会啊。接下来这个当然就是很认真的，在这个才叫责任厘清的一部分。但是连募款，因为好，那如果的话，包括像卫福部啦或什么政府机构，好像也有开设专户这些。可是光你说一个地方父母官要开这个，结果竟然被大家讲了几句以后，那我就先撤。对，为什么？我先讲那个群组的事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私下在群组里面讲话，本来就会甚至讲一些脏话、干话都有可能。可是问题是今天刚好这个情况就是在救灾的这个当下，所以王定宇那个口气，当然说他讲什么具杀伤力下，他可能是很急，因为他觉得说，因为昨天傅昆萁那个动作真的很大，他一副就是说我都说要爆破啦，堰塞湖我编了600亿，我要爆破，他就是那个急的态度，所以在那个第一时间，有时候你的反应，你觉得会有舆论效果？不，当然，因为第一时间看到，觉得说，对啊，你明明就知道7月、8月就知道有堰塞湖，然后傅昆萁也说他要编预算去炸那个，或者是把它处理掉，结果你都没有处理嘛，所以昨天那个媒体效果来讲，傅昆萁一开始是占上风的，所以我相信王定宇这些民进党立委他会觉得说，不能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变成好像。我不是我的错，变成我要扛着这些人命或怎么的，所以当然他就很急，所以在里面会有一些这个过程。但显然那里面互信就是，到底他的冤亲债主是谁把我们在？听说他们现在可能要另外成立新群组，然后就是这个是别话了，这政治归政治。但我要讲回来，就是说那个网友的反应很直接。你刚刚讲，因为其实现在各地要开始呼吁救灾嘛，那捐款嘛，那徐榛蔚其实今天就在他脸书就 po 那个就是一些捐款的资讯跟账号，他给我马上变过。骂到后来他自己删文了，他这个是被截图下来，就他现在花莲县政府出来说，这些捐款资讯还是有，但是他就没有，就徐榛蔚的脸书他就不 po 了，因为他本来是要去分享这个说大家可以捐款，那下面骂得很难听，这一次骂最难听的，我看到网络上吹的有人怎么讲，你知道，这听起来真是地狱梗。他说这一次的伤亡啊，就是徐榛蔚要负责，因为他没有疏散。有网友怎么回他，你知道吗？他有不在场证明，他不用负责。他有不在场证明，你看这句话讲得多重，就是确实嘛，因为尴尬就在于多少人讲了嘛，地方父母官不安哦，你人低跟无低，那个其实差别很大。那个底下就是他那个上期22号回来，对，他22号晚上才回来。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其实21号开始陆续都在开会，包括应变会议啦什么的。那个傅昆萁有出来想，他就说他礼拜天还在韩国的时候，他就已经有在处理了，然后他礼拜1回来就作证他当然是这样帮他老婆讲。可是问题是
网友的说法不见了啊。当然，他们今天花莲县政府还有去辟谣，他说一直说马泰安这个吸堰塞湖的溃堤，然后通报9次。他说实际上是这样，就是前面的9次是从7月26号开始算，好，真正的这一次指的是9月22号的画家沙台风的强制撤离，都要停飞毛秀出来。啊，你我就说啊，你这比自打嘴巴，人家上面还要写讲数字。对啊，人家上面他讨就这一次，网友说一次 OK， 我不管你前面的，重点你这一次最重要啊。他就跟你讲9月22号建议要强制撤离，你自己都还打他就他都跟你讲要强制撤离的，然后9月21号傍晚，中央也跟你讲说模拟范围扩大7倍，所以要你们去做啊。你现在是。这个东西，网友也骂爆说你现在在自打嘴巴，是不是？啊，就表示说你起码有收到这个讯息嘛。好，我不跟你前面巴士不重要，重点是人用叫你撤离的嘛。啊，你到底有撤离不吧？显然你的那个撤离，当然今天也有那个救难者出来，就是那个救灾人员出来讲话。他说你们也不要一直归咎，我们家持平的讲。他说原本你们是规划。测600个，现在突然说要测到7、8千人，我脑袋的宰掉，所以他就说你也不能说完全就指责这些救难人员，我觉得这句话也持平，那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大家疏忽了，华联管建户可能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到那么的强制，而且甚至像强制这件事情本身也很难，你别给他强制啊，老人家如果真的不走，因为这改不是那个大雨，已经是雨了了以后，等到那个颜色有沫是被泡了，啊给你的时候，大雨要撤离，大概讲啊，那个我靠，就你眼睛看得到它风大雨大的时候，对，他可能会配合你强制撤离，但是给你的无看到那个颜色，那个连深山来对看不，所以你即便真的要用强制力来做的话，可能也会得到一些抗拒。但不管怎么样，重点是刚刚小虎哥讲啊，因这挂人就是供应修补嘛，所以你看他们今天受难者家属已经讲，他们准备成立0923花莲光复自救会。他第一句话，首先我们要声明，没有撤离通知，没有撤离通知，没有撤离通知，真的没有收到撤离通知。OK， 不要再留言骂我们为何不走，就丢那个你讲嘛，就是显然你的这个上情跟下达之间绝对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要剪掉一起查。可是现在对这些县民来讲，对这些无辜的这些往生者来讲，他这条命。他真的不是天灾，他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些公务员或是这些过程的工作，所以刚刚小哥讲国赔嘛，公务员怠于执行职务，这个就是怠于执行职务，这个毫无疑问。OK， 其实我补充一下，就是说你要撤离原本不是那么容易。OK， 因为每个人都说啊，我的到底处后我想嘞，可是今天你到底有没有去到他那里？拜托他撤离。如果有他不离开，那今天我相信那有责任的问题。你要撤离原本不是那么容易。OK， 因为每个人都说啊，我的到底处后我想嘞，可是今天你到底有没有去到他那里？拜托他撤离。如果有他不离开，那今天我相信那有责任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他那个脸书他说没有接到通知，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我一直讲到那个9月23号早上9点。OK。到11就已经跟你讲11点会议题，那你到底有没有直接拜托村里长说，你无论安那，还是叫所有的乡公所、所有的人，你紧的去到第一线。然后，而且今天哦，我们看这个死亡的全部都是在1楼的长者。你原本就要把长者先撤离啊，因为他本来他的行动就不方便，如果万一发生问题。他又更困难 ，OK，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要讲的，现在还有堰塞湖，请把这些 SOP 做好，撤离的 SOP。OK， 但伟航来请教一下，你看到昨天看到那个包括副总召跟周院长2个人为了这件事情，但其实指挥官应该是徐正惠，对的，徐县长，因为地方应该是县长嘛，对，所以他们2位常这个样子，然后徐正惠坐在中间，然后我刚刚讲说他连要。在理论上讲说要开一个募款，因为地方父母官发生这么大的事，你说会想要请大家捐，因为今天你已经看到有很多不管企业啦、个人啦，都已经大家捐钱啦，有钱出钱，有地出力，但没想到他抛一个这刚刚讲为什么也要这样，所以他在这里面的角色呢？对，我想现在徐县长可能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
他的信任度已经严重不足了哈，就是包括了外地你的物资要进去，大家现在也都在讲说，到底要找谁？地方上也有民团的，比如说光复糖厂什么的。那这个第一点就是在于说，这可能是之前基于所谓的政治上面的冲突、蓝绿对决，所以大家可能就本来就不信任花莲县府。那再来是事后发生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徐县长都是在旁边默默没有讲什么话，都是副委员出来带他讲话。那到底谁才是真的县长？徐县长到底清不清楚第一线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今天甚至也发生，就是总统都已经在指挥说要打给徐县长徐县长要不要来？但其实就在隔壁而已走过去1分钟而已为什么不来？像这样子的事情慢慢累积之后，他会不断的去削弱这个信任度。因为像我们是做比较偏向网络空战的，我们会去看网络上的反应，我们发现在一些比较偏向蓝色媒体的底下，他们所爆出来关于包括亲人过世了，他遗体要送去哪里火化，在这么泥泞的状况下，他开车到处找都没有人要收，怎么到现在还会有罹难者找不到安置放遗体火化的地方呢？像这种消息出来，底下的理论上大部分都是蓝营的咨询，要么就念阿弥陀佛，要么就是开始也会质疑说，花莲县政府到底在搞什么，乡长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在于说，实际上一个县长做得好不好或者是他能够发挥多大的效力，他当然可能会有一些之前累积的部分，不过碰到灾难的时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境，它直接都考验了他对于整体的这个县政的掌握程度，他有没有灵机调度的能力？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要找其他人来介入，其他人来指挥，来改善这样的状况？这个压力不只是县长他也会落在民进党身上总统来吗？院长来吗？还是什么再来一个部长副次长来吗？就是现场到底是谁去坐镇调度？因为总是要有人出面来解决问题。所以我的看法是说，现在谁能够先把地方上的整体资源调度、救灾抢救等等一切都先安定下来，他才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站稳脚步。来，明显要不要回应一下刚才包括讲到不管徐县长啦或所有这些的过程，最后有什么回应吗？你说21号就礼拜一晚上，其实才开始NCDR 就说国家灾防中心采用套图框列了相关的撤离的一个资料嘛，所以到隔天上午22号上午7点才发布了那个24小时的那个红色警戒，就全部要撤离。礼拜22号后来你要20-30小时内完全撤离8000户，从原本200多户到8000人。那撤离那规模要多大？国军有 stand by， 我同意你说要指挥要怎么去撤离？所以来不及的时候，如果你没办法撤离，说撤离到其他安置所的话，来不及，那垂直撤离，这也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自己讲的现在大家讲了，然后跳过这一块，现在认为说垂直撤离是不对的。刘世芳自己在内部会议的时候也这样讲所以我觉得你全部都可以把所有就责说责任到地方政府，我觉得不公平那至于说司法责任、政治责任，我认为现在最衰的、最倒霉的是灾民这个在没几多少年要都有这谁愿意所以到时候哪个环节、哪个官方、哪个政府有责任躲不掉了，逃不掉了。至于说政治责任的时候，我同意，确实像伟航老师讲的，你因为蓝绿政治攻防那么激烈，我同意我刚刚也有狮子会的朋友跟我讲说，他要捐钱他要捐钱。他不想透过花莲县政府我也同意我说我赶快找了花莲其他的那个管道给你他们愿意捐，同岛一命。那就说这个未来就说从花莲县政府，包括徐县长，他如何在这次的灾后重建的一个过程中，现在还要减灾，还要降灾，你现在还有1000多万公吨在那里，如何接下来如何把这些把水位降低，还有接下来把它灾后重建，我觉得徐县长需要在更多的指挥拿出需要重建很多对他的信心这是确实有必要。至于说我还要提醒刚刚那个板子不知道被收到哪里，还好。民党如果第一时间这个赖群组廷慧委员没有在里面我觉得廷慧委员算是中道理性这个群组第一时间拿出来讲说，我们现在赶快募资，我们每个委员捐献一个月的那个薪水，那该有多好所以我也建议廷慧委员在这里赶快呼吁说，我捐1个月薪水救灾，这多好的事情来，现在要不要回应这一块？我觉得群组里面你看其他人是有讲到说我们要怎么帮助花莲蔡宜还说我们不要这样子所以群组就有不同的意见嘛，不要把群组的某一个人的意见变成是扩大成是整个民进党所有人的意见，或者干嘛在这个扩大嘛？而且群组的资料哪里来的？说真的，为什么会去说为什么内部的泄露？因为群组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嘛，我可以有表达我的意见，但是不表示那叫做民进党团的决议，更不能说是民进党的态度的。根本连想都不能想怎么想？
啊，我这个你可以去问王定宇啊，他个人这么想，其他人支持吗？这个可以去问王定宇，但是他这个就是王定宇的个人意见嘛，你不能把它扩大成是。你来讲还阮昭雄，小熊还说啊，收到 Roger， 啊，有人想说这不行，这应该不应该这样子，你们要不要替昭雄、小熊讲一下？任何人传给我都会写收到，啊，收到不代表我赞成哦。你可以已读不回啊，你说的不应该这样子啊。你要批评地方政府没问题，可是类似这样，你不要帮他辩护嘛，没有帮他辩护，我是说不要把它变成是整个民进党对于风灾的态度。你看地方委员多中道理性，他都不吭声。我也不是民进党的啊，但是网友的意见包含这个所谓的徐正伟的这个募款账户，这才是问题嘛。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还要帮台南市政府讲一下，我们停飞委员在这边。丹拿斯台风也在募款啊，人家那个为什么那个县长、其他的县市长遇到风灾弄一个募款资讯都没有问题，他为什么要下架？为什么要下架？为什么要下架？就放着啊！现在还是继续募款，这个募款账户还是有下啊，你还是可以就放着啊。为什么他要下架？叫做已经风评信用不好到极点嘛，我就不要讲这次风灾的问题了，是任何他的募款都已经风评不好，为什么呢？我捐款人还要被你告还记得吗？童子贤只不过质疑说，我捐了7千万，为什么不能指定学校？结果在反罢免期间，你就要告童子贤。现在哪一个企业家愿意捐给花莲县政府？等下不小心又要被告。而且他这个东西不只是说是这个捐款人的事情哦，连他的好友啊、好兄弟馆长也说，哎，我的捐款我以为要退回来，就100万就退给馆长了。还监察院也提出报告纠正花莲县政府，你不能把这些善款用来办募款那个餐会嘛。感恩餐会办到那边就不是用在灾民身上嘛，所以为什么他这个要下架？是因为所有的网友，包含他们之前为花莲风灾也好、地震也好所募的款项的明细都没有公告，包含04、03，现在还有4.3亿的钱还发不出去哦。那我为什么要捐款给你？所有捐款人都希望可以每一分钱都花在灾民身上嘛，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了？这个的募款就是很好啦，这赖总统昨天啊，这中央的，为什么中央大家信任？因为至少立委会监督嘛，所有的财务都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嘛，所以为什么其他的捐款都没有问题？台南市政府他们的社会局的募款的专线、募款的账号都没问题，只有你花莲县政府的募款大家不信任。徐正伟自己要检讨，这是20年来花莲县募了多少的善款，而这些善款到底有没有用到所有的灾民身上？这边简短回应。我想，因为刚刚明显一直在 cue 我哈，我 cue 你中道理性啊，没有，我必须说了哈，这个就是我们党团的群主。其实我们看到整个新闻这样跑，我们内心是很难过哈，就是说一个党团居然会有这样的所谓的资料被截图外泄。那一山哥，我们昨天刚好在上节目哈，这个整个事件发生太短了，所以一发生之后，在当中的人全部都收回资讯，所以我根本都没有看到里面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下完节目，叭，整个好像是炸锅一样，整个，然后我看打开我们的群组说，都收回了，根本看不到内容，所以没有看到内容，我完全无法去评断、去回应。但是如果说每个人在群组上面，他们都会写他们想说的话，可是你说现在的状况变成是这个截图出去，然后变成是一个新闻，变成大家评论的，我觉得也是不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难过，所以已经变成大家的不信任的感觉。我想如果明显你自己在国民党的群组里面，然后被截图出去，我相信你也不会讲得这么大声。不是截图的问题啦，我说态度的问题，认不认同啦？我刚刚讲说应该要此时此刻只有想到同岛一命，应该要捐款，怎么会想到说还要因对手一招？对啊，就是说像一山哥所说的，要问的是当事者，不是我们。OK， 老天爷希望老天爷帮忙，就是最近这一阵子，那尤其不要在花莲那个地方，那因为怕雨的问题会影响到堰塞湖接下来这些能量，那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是专家要尽快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但是所有的包括监测、包括撤离的演练，或是所有的计划，经过这一次，那势必要再重新看一次，到底状况是怎么样。而对所有的灾民，还是那句话，第一个，所有救灾是第一要务。
然后所有灾民希望妥适的能够照顾好希望失联的人都能够找到，都是好消息。而现在看起来的话，国人现在把所有的关注点都会摆在那，同时在国内所有的政坛，当然所有的事还是在往下走。譬如说，今天当您关心对柯文哲、柯前主席，包括清华案所有这些的时候，因为今天是这个案子的重头戏，一战是沈庆金，没错，今天是沈庆金作证。所有的这些证词，所有的相关一些内容，你知道他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共同被告或是证人。那今天呢？对，今天最夸张的是我吓一跳，真的两个人的感情真的不错为什么？为什么呢？可以在5年里面见了总共15次。今天最夸张的是我吓一跳，真的两个人的感情真的不错为什么？为什么呢？可以在5年里面见了总共15次。从2019年刚认识到2022年3年之间见了10次，而且在卸任之后2023年、2024年选举期间还见了5次选举期间跟市府已经没关系，应该谈选举吧，表示他把它当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当过柯文哲的行程秘书我非常清楚，能够在5年里面见15次的屈指可数我在绿营比较熟的，大概就是他跟老柯的关系还不错嘛，所以他像是老柯这种麻吉认识20-30年的朋友，才会有所谓的见面15次的这个机会，所以表示他跟沈庆金的关系密切嘛，所以沈庆金人家在法庭里面问他说，为什么你把你的那个资料给柯文哲，柯文哲上面贴纸条嘛，那他说他见面的时候要谈什么嘛，他还说我只是发牢骚，好朋友才会发牢骚啦，不然呢，你见到市长就是陈情嘛，你就陈情文给他就好了，怎么叫做发牢骚？陈情文就是陈情文，你说市政府跟企业之间，企业要来陈情给市政府，合不合理？合理嘛，重点是你不能图利嘛，这才是关键嘛，所以整个过程里面，重点是柯文哲贴的那个小纸条给了那个副市长彭正生才会导致所谓的图利这个责任到底是彭正生还是柯文哲？那柯文哲为什么是柯文哲？彭正生至少留了这个纸条，他就要证明是因为都是柯文哲指示给我的事情嘛。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公务体系都很清楚嘛，可以叫做保命的纸条。所以现在这个证据都很清楚了，柯文哲不只知情，而相关的决策都参与在里面嘛，这是图利这一块嘛。另外就是收受贿赂这一块，收受贿赂呢就2条，一条叫210万主要的感谢560这一块嘛。那感谢560这一块210万，虽然它有进到民众党的这个党库里面，它不像其他的 Excel 党里面是没有进到所谓的民众党的党库或相关的捐款的账户里面，它是直接柯文哲拿走了。这一条钱是有进到民众党的党库里面，但是即使进到民众党的党库，徐永明的案例就告诉我们说，即使你收了这笔钱，你进到了不是自己的私用，但是还是有不违背职务收贿罪。为什么是不违背职务？因为叫做感谢560嘛。那560这个决策比较大的就是监察院对于台北市政府的纠正嘛，所以这一块就变成是210万就会形成所谓的不违背职务收贿罪。那最核心关键的，我看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看到沈庆金对于所谓的1500小沈，他有没有承认说他有拿钱给这个1500给柯文哲嘛？那目前为止，就你只能证明说这个 Excel 党的其他的数目都是金钱，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完整的证明这个1500小沈就是这个相关的收受贿赂的金额嘛。如果检察官没有办法有实际的金流去证明这个1500小沈是是实际收受贿赂的钱的话，那变成是法官的心证，他到最后要判断这条1500小沈到底就是不是所谓的违背职务收贿罪嘛？那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图利罪看起来就比较明显，证据比较清楚，但是不违背职务收贿罪的210，它比较像是不违背职务收贿罪，但是最重要就是违背职务收贿罪的10年以上的这个刑期，会不会因为1500小沈而变成是关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刑期？为什么那么关键？因为其实牵涉到我们跟杨明他之前有写过文章，到底
他在明年1月审判下来，他的刑期到底是累加还是个别刑期？如果个别刑期在10年以上，那柯文哲就没办法参与所谓的2028年的总统选举嘛。如果他没有涉及所谓的违背职务受贿罪，他就没有个别案件是涉及到刑期10年以上的案件，那这一块就会变成让柯文哲有参选2028年总统的资格。如果我的法律见解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变成是为什么今天沈庆京对于所谓柯文哲的作证这件事情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明显，对于蓝绿之间的蓝白之间的合作，看到包括今天这个案子，因为黄昌每次当然他每次开完庭出来也会讲一些，然后在庭上啦所有的一些攻防。现在对蓝营来讲的话，看到尤其像现在这个案子的进度，蓝营现在的想法，对于尤其跟蓝白合之间柯文哲柯前主义这个案子的判决，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郝龙斌现在看起来是国民党主席的一个热门人选嘛，是。然后他那时候不是 po 文讲说小恩小润都过去啦，他跟柯文哲什么什么这些，他在 po 很多这些以前他是有先跟民众党打过招呼哦。我不确定，我没有那么核心啊。你问到那么 insider 的，我不确定。可是对柯文哲来讲，我认为党内多数的是这样，对蓝军来讲，多数是声援柯文哲的司法人权的部分。人权的部分，嘿，你别关了那么久，你到底要把他关多久？第二个，到底有没有压人取供的问题啦？那至于说柯文哲到底说涉及到容积，都以上跟你讲啊。你就给金华城的容积那个是不是对柯文哲来讲，他的律师在讲说，依据都市计划法第24条3项容积，这个到底有没有符合跟1500万有没有对价关系？就说有没有违背图利或者就说图利罪或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这两个老讲了，最后还是要看司法了。所以司法的判决一审的判决会不会影响到？接下来对于说蓝白合作，我认为那是一个变数了。现在蓝军基层，你觉得变数在哪？譬如说被判了，如果假设，当然你说有可能无罪，有可能会是牵扯到贪污罪或这些重罪，3个都不同的 scenario 了。完全无罪的话，取决如果第一关这个完全无罪的话，那柯文哲他可能就完全轻轻过关。哇，他真的变得有点像他讲。关了1年多出来，他会变成台湾版的曼德拉，也说不一定啊。风云再起也有可能啊。那假设是，譬如说，他的图利罪不成立，或者说轻判的话，那可能跟蓝白合之间的影响跟重判之间影响拉锯就会不一样。我只讲一个氛围，蓝军内部支持者很多对柯文哲。是同情的力道很多，从原先包括去年，包括因为柯案审查了那么久，从去年初蓝军的人很多，包括因为。这也牵涉到去年2024的大选的蓝白，后来因为闹了，包括军乐的相关的闹得不开心。蓝军一开始有人认为说多贺啦，就是说对柯文哲是抱着敌意的，这是事实。可是随着柯文哲越关越久，蓝军支持者也翻过来啦，很多基层对他的同情是越来越升高哦。所以柯文哲自己说，关越久，或者就说变台湾版的曼德拉，这是有可能的哦。连蓝军的支持他的越多，只是说对于说他的清白的部分，最后你也不能说啊，对于说他表达司法人权的认同，也不代表说他在清白的这一部分，我就完全支持你100%支持，这最后还要过司法这一关的。所以12月是终审辩论啦，1月是1月是最后的一审的判决。可是不管再怎么样，这不影响。国民党目前包括各组候选人都定调蓝白合是主旋律，这不会改变。所以不论柯文哲怎么判决，蓝军也期待包括柯文哲这个司法不会影响到合作啦。那至于说国民党是这样的，国民党主席选举当然是国民党主体啊，还是要争取党员合作。可是蓝白合是一个所有的候选人的一个主要政见，是为什么？还是蓝白合作才能打败民进党，主要的方向是未来包括立法院开议啦，所有的主要的法案还是要蓝白合作啦。不过我最后要强调，党主席选举大家政见会放进去蓝白合，可是关键还是国民党主体还是要说服所有的党员支持，才能当选国民党主席。前面有没有听到刚刚明贤特别讲说，蓝营的支持对于柯文哲越来同情的越多？然后，所以那个同情的比例在往上，当然讲说那个判决会是一个变数嘛。可是那个变数以外，如果那个支持度越来越高，而且看起来这次国民党党主席选举，每一个候选人基本上都提蓝白合。是。然后刚才明贤讲的就是，因为他们的数学就是告诉你6大于4，蓝加白就是要大于绿，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连郝龙斌都讲蓝白合了，表示
确实现在柯文哲的民调，他们自己所做的，然后还有所有这些小草的声音，他们都听到了。他会认为说这个部分未来会是2026蓝白合最关键的。所以你看嘛，连郝龙斌都讲蓝白合啊。那郝龙斌跟柯文哲应该大家知道，过去的恩恩怨怨，从5大弊案开始一路，对5大弊案、5大案，然后一直到后来台之光吧，然后这些一路到现在，对，一路到现在嘛，所以连郝龙斌都讲蓝白合了，就表示这真的是他们现在最头痛的问题。所以未来我相信现在民众党就把这个未来好像说这个不在籍国内的不在籍变成他们的优先法案，这个我觉得国民党一定会反对啊，因为不在籍如果国内的部分，说真的，离岛第一个反对啊，离岛如果在等这边，然后整个所有都在模拟当中，2026他们怎么办啊？他们会担心啊，而且如果不在一起，谁最优势？是民众党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光很多的优先法案，目前我认为就有不同的声音了，只是现在还没浮上台面。但是当浮上台面之后，是不是会影响到2026他们后面的所谓整合？他们现在是点点不跟他讲啊。因为你说国民党吗？当然啊，对啊，点点不跟他讲啊。刚刚讲你中道理性而已，马上开始见缝插针。真的，其实我们在基层都很清楚了。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不敢讲的部分，就是因为目前他们还在看柯文哲跟民众党未来整个声势的状态。所以现在都不敢有任何预举的部分，万一小草反弹，对预举的部分，夸张好不好？万一小草诚意啊，小草反弹的话，那攻起来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他们这次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然后后面又2026，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还在磨合状态。但我想，你说今天当然是因为沈庆就作证嘛，所以重点会摆回金华城啊，或者前几天是包括政治现金啦，所以公卿在一路下来，对，像木可啦，或者所有这些是前几天的一个重点。所以包括木可现在看起来也会变得，甚或媒体上有人在讨论说，未来是不是这一块还有很多会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部分。好的，我觉得木可大家不要忘了，木可其实在前面的，包括他的金源总部乱账案，然后后来延伸到这个木可的案子，然后最后面8月底的时候，才因为应小薇他们要绕跑嘛，金华城案才快速烧起来。所以我们实际上在后续的司法过程，因为它是反过来的就是先去问金华城案，所以大家一直在金华城案上面很久，然后一直都会反复的去重复一个柯阵营他们就是民众党他们想要洗的就是都没有任何金流，没有任何证据，所有证人翻供。但是如果来到木可，来到总部烂账案，就是一个烂到大家很明显都可以看得出来的程度了。任何有开过公司、做过生意的人都一望即知的烂。所以，如果你讲前面柯文哲包括民众党的那个宣传效果，会不会造成洗地的效果？有啊，那明显不都讲了吗？他们很多支持者都被洗到嘛，觉得柯文哲好可怜哦，是不是都没有证据什么的？可是，一回到烂账案啊，这个钱怎么可以这样弄啊？这个怎么生意怎么可以这样做？它的层级就不一样。所以我当然啦，这个后面他会怎么样收束掉的，就是包括最后面判决出来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后话。我认为关键点其实还是卡在10月18号，10月18号国民党党主席投票，在这之前，所有国民党主席候选人保证装疯卖傻。我认为关键点其实还是卡在10月18号，10月18号国民党党主席投票，在这之前，所有国民党主席候选人保证装疯卖傻。柯文哲在清清白白吗？敢不敢讲柯文哲是清清白白嘛？碰到这个问题，大家都哎呦，我们他不会讲清白，他没有讲清白，讲都人权怎么样？人权呐，公正审判呐，让柯文哲得到应有的待遇啦。但是重点就是10月18之后，我投出来了，接下来有选举吗？没有。接下来我要去定什么？
蓝白合整合的什么6点协定啊，什么协定嘛，还要6点啊，那个时候管了4点也可以了，1点也可以吧，全部比民调输，对，民调输就大家都退，不可能嘛，民众党绝对不会跟你比民调单一的这样子，他就完了嘛，所以10月18号是一套戏嘛。当然，柯文哲按到那个时候，他铁定是不会有一个结果。所以重点在于10月18，第一个蓝营的那个新任的主席出来了，他的态度会拉高。再来，蓝营对于柯文哲案的看法可能也会出现转变。为什么要开始提前打预防针啊？我要开始把我的人从你那边拉回来。在这个模糊的过程中，已经太多蓝营支持者跑到白营那边去了，他们可能会变成白营的潜在支持者，这对国民党后续经营是很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啦，就是。接下来应该是郝龙斌啦，8成啦哈。郝龙斌他应该是有意识到这些事情，那他现在讲的话呢，就是在不断的在有点某种程度上在防灾啊，对啊，在画防火墙啊，他也是蛮精明的。那来，公民老师，李文娟让大家再一次在节目里面看，才知道什么叫做拒绝证言。对 ，OK， 我们每次借着这样的机会，也让大家知道相关。可是这一次的拒绝证言，我们就客观事实来讲，对柯文哲会有利吗？当然是不利啊。他这一次是李文娟，就是说他拒绝检察官54次的讯问，而且他还跟法官说，之前那个笔录检察官很凶。那很凶的话，其实都有录音光碟勘验嘛，那我们不然就申请勘验嘛。所以他有没有构成不正讯问？他现在用这一招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好，但是其实在法庭上，大家记得吧？李文娟是交保的。检察官其实对他求刑并没有具体求刑，他就适当量刑。显然给你交保，而且没有对你具体求刑的理由，是因为你在那个侦讯的笔录上，大概都已经讲的差不多。高白那里面是受托办事嘛，你虽然他挂的是木可的董事长就负责人，但是其实你也知道，你只是一个高白的狼头的，你知道吗？你背后一定还是有真正的受益者。所以我相信检察官在办这案子的时候，在办木可这些案子的时候，并没有对他施以重手。那可是你今天以为说啊，我讲什么我都不回答，然后就什么这样，然后说检察官很凶，事情就可以了结吗？这个可能对柯文哲相对是比较不利。老实讲，但是这个也不重要啦。柯文哲已经活成了一个，就刚刚讲的活成曼德拉这种政治犯，所以明年的1月，所以判决怎么样不重要。我老实讲，不管他有没有被判加起来超过10年，没有超过10年，对他来讲这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已经活成了一个活成了一个把贪污犯活成政治犯的样子。因为重点是民调。司法归司法，司法当然会判他有罪，但是问题是在政治上。你看那个像震传媒的民调已经做过2次、3次，就是蓝白的支持者到底支不支持蓝白合，7、8成，都差不多已经之前反正都差不多将近8成，对，差不多两党都不到8。当2党的支持者都有8成认为要蓝白合的时候，那这已经说明一切了嘛。等于说现在蓝白的支持者他们在意一件事嘛，如何把赖清德拉下来，这个结成的这个赖清德反赖清德的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底下，只要赖清德还没倒下来，这统一战线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在主要敌人没有拉下来之前，这些次要的其实都不重要。所以刚才讲，包括将来2026怎么谈那个协调啊，什么让那个都已经是枝微末节。重点是因为蓝白合这场代志，他们是已经把它放在上面。那当然多多少会让啊谈判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彼此透过媒体放话，但是不影响有个大局。所以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讲，或对赖清德来讲。不用去寄望说他们什么将来他们蓝白之间会起什么矛盾，一定会有小矛盾。但是在这个最大的这个结构底下，抗赖清德这个结构底下，这是已经不重要。所以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判超过10年，没有判什么，那不重要。因为基价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啊。一定会有小矛盾，但是在这个最大的这个结构底下，抗赖清德这个结构底下，这是已经不重要。所以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判超过10年，没有判什么，那不重要。因为基价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事啊。那杨明，你同意他现在已经活成一个一中口中的政治犯像这样的一个样子嘛？而所谓的蓝白，因为蓝白合那个数字啊，它就是用数字算出来的嘛。就是当大目标，刚才一中讲，如果是赖清德或总统或是绿营的话，那蓝白之间的支持永远就一定会绑在一起，是这样吗？对柯文哲或者对这整个案子有任何你觉得会有最大变数的地方吗？应该柯文哲不叫活成那个样子，是他自比。您做曼德拉，不做伍子胥，这是他自己讲的。对，那个叫自比啦。所以当然他的支持者信不信任，这是
看起来是买单的。哦，是啊。那至于一般民众，目前看起来从这个最近几份民调，大概一半一半就是说是一个分歧的状况，但是一半一半会是认为说他的这个案子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嘛。那无论如何，我觉得对柯文哲的后续司法的演变跟蓝白合的演进其实我认为这两个事情可能是平行线为什么？这两个没有任何的交集。会有影响，但是它基本上不会变成一个绝对的干扰。OK， 为什么？因为如果柯文哲明年一审，他就是确定丧失这个参选资格，那他在蓝白合里面，他的角色就不是主角，他就不是台面上要去打仗，他就不是那个选总统的角色，对。至少法律上不允许。他们要不要修法或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他们不会修，或者是要不要蓝的不会修，因为他被判10年刚好，不要修。或是要不要跟他还没到那一步了，或是要不要跟他讲说，以后我们来等到你我们这个政党轮替，我们帮你特色，给你做这个政治承诺。我说这个是后话了。可是呢，对蓝白阵营来讲，我觉得蓝白合的真正的深水区，其实是最近包括一些政策的议题，比如说年改，比如说还有像这个我们讲两岸的这个定位，其实这里面很多都是那个叫真正的深水区，因为那一块就是如果今天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办法让民众党的支持者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的话，就算合也是貌合神离。他那一张选票会在总统票上面，就是说两边愿意合，但是在其他的选举里面会各投各的。会各投各，比如说立委，比如说政党票，比如说还有那个县市议员啊、县市长。如果民众党有自己的人，他们就会往自己的身上投。所以我说这种叫做以拉下民进党的政权为目标的合作是一种弹性的，它不是完全被吃掉的。OK， 可是以前国民党的合作模式就是把你吃掉，因为亲民党、新党这些就是说你永远就会变成我的附属。可是在这一次这个蓝白合里面，恐怕没有办法。那请问一下，陈佩琪有可能，因为外界竟然有出现一种声音，说要点名他，我看到也吓一跳，但是第一个会有这样声音，我觉得不意外啦。为什么？因为在台湾每一次都是什么先生被关，太太就代夫出征，这种案子太多了。包括我们的前总统陈水扁当年也曾经有过，也曾经有过那个。所以吴主任那时候出来当过立委啊。对，然后以政治犯、贪污犯嘛，是来比照办理他现在也是自比政治犯了。对对，所以连傅昆萁都可以自比政治犯了，他们还要说政治迫害联盟，还要开记者会。但我觉得那个关键还在于说陈佩琪医师的个人意愿有没有强啦。因为如果真的你认真是要选，因为他们点名他是要他选台北市长你台北市长，我觉得以陈佩琪医师他现在还在关心柯文哲的身体状况来讲，他似乎没有那么多对市政的野心啦。我觉得这一块可能要等到他真的有意愿，目前看起来是比较是支持者担心民众党没有母鸡，因为看起来黄珊珊要再战的几率很低了。那他们希望一个母鸡，而直接把这个所谓的希望投射到跟柯文哲最亲密的人身上。在未来来讲的话，这个案子持续往下走的话，大概明年1、2月左右，那判决是不是就会出来？这个判决会被牵动到刚刚讲到蓝白合之间一个细微的一个神经。那对于国内整个政坛朝野之间，那未来政治会怎么样？但是现在大家所有心系的都是在花莲光复这个地方，希望尽快能够让灾民获得一些的安置，希望呢那个堰塞湖的问题能够尽快解决。未来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谢谢我们的面，我们明天见，拜拜。